大战开始前，中国一通电话打到了乌克兰，这会产生多大影响呢？能让俄乌冲突踩下刹车吗？大家好，我是吕哲。俄罗斯特邀斯坦克投入战场了，乌克兰呢还在寻求更加先进的武器装备，这都为什么呢？为了一场大战即将做的准备，而且这场大战的残酷性，大家已经有目共睹，也能猜到了。英国把贫铀弹给了乌克兰，而且英国直接表态了，说贫铀弹给乌克兰之后，英国什么都不管，跟英国没关系。无论贫铀弹是用在冲突的前线，还是用在袭击俄罗斯的本土，这都取决于乌克兰自己的决定。而这一年冲突下来，没有人会去怀疑，如果乌克兰有机会，他不会把贫铀弹用在俄罗斯的本土。那这也给未来冲突失控带来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很明显，当俄乌冲突开始走向失控的边缘，没有谁能够坐视不理。俄乌冲突的爆发已经成为了一个国际事件，成为了西方和非西方的一次对抗。一旦冲突失控，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也是出于这一点，在大战开始前呢，中国这一通电话打到了乌克兰。中方已经明确表达了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并且计划派出代表前往乌克兰以及与冲突存在关联的其他国家，推动各方深度来解决这场愈演愈烈的冲突。而中国这一通电话表明，在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上，中国已经从单方面的呼吁转变为直接采取行动。而中国动起来了，自然引起了多方的关注。在中国动起来之后，俄罗斯便积极响应，强调与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致的。欧洲方面认为，中国推动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是一个好消息。法国呢，则进一步强调，此前马克龙访华的立场，中国和乌克兰的对话既符合国际法，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也更符合乌克兰根本利益。我们再来看美国。在看到中国动起来之后虽然是一脸的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强撑笑脸，欢迎中国和乌克兰的对话，表示这是一件好事儿。同样呢，看到中国动起来，联合国似乎也是长舒一口气，希望中国能够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发挥一定的有效的作用。各方这样的反应其实都在意料之中。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国的立场一直都是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而中国开始为解决俄乌冲突真正行动起来之后，不管是想要打下去的一方，还是想要结束冲突的一方，也都必须正视中国的反应。那么，中国这一通电话具体会产生多大影响？真的能为俄乌冲突踩下刹车吗？我想我们心里其实都有答案。俄罗斯为了接下来的大战准备了近1年，在没有看到乌克兰有谈判诚意的情况下，显然是想要彻底打服乌克兰。而乌克兰方面虽然强调这次中乌领导人的这通电话是一次非常重要的电话，并第一时间任命了新的驻华大使，但是乌克兰也为春季反攻做了大半年的准备，西方的武器装备也都到位了，乌克兰怎么又可能就此放手呢？所以，即便有了中国的这通电话，俄乌的冲突它还是会继续下去，至少在这一场反攻与这个防守之仗没分出胜负之前，冲突还不会结束。但是中国这一通电话也不是白打的。当中国开始在俄乌冲突中的表态之后，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在接下来的冲突中必然会收敛很多，至少能够给冲突上一道保险，为战后的谈判大家都留一点余地。你说不是吗？好，今天吕哲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